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，今天做鸭。想歪的同学呢，自己主动点赞、3连啥的安排上。想必很多同学看到我面前这么多的食材，应该已经猜到了。今天要做的就是葫芦八宝鸭，也是一道国宴级别的料理了。葫芦八宝鸭呢，最早起源于江苏，但是随着它的广泛流传，后来其他的地方也纷纷开始制作，并且融合了自己的口味。所以现在的八宝鸭呢有很多的版本，但是有一点是它亘古不变的，就是它最难的地方，整鸭脱骨而不破皮。接着呢，再把准备好的馅料填入去骨的鸭身当中制作而成。想一想，整鸭去骨而不破皮，是一个多么魔鬼的料理。当然，不魔鬼无折磨。所以呢，我小军也想尝试一下，用自己的方法挑战一下，去制作这道菜。那接下来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食材。制作这道葫芦八宝鸭，首先我们的主角白鸭要准备1只。接下来的食材呢，就是填充里面的馅料：香菇、鸡胸肉、鸭胗、虾仁、莲子、豌豆、红枣、糯米、冬笋以及栗子。八宝鸭，人家做这个八宝鸭呢，都是买8种馅料的。但是我在逛菜场的时候呢，看见一样想吃一样，看见一样想买一样，所以呢就买了这10种配料。今天咱们就做一个小军版本的10全10美葫芦鸭。因为我这边有个小伙伴对鸡鸭的头部会有莫名的恐惧，所以就把鸭头和鸭脖去除了。接着沿着颈脖处慢慢剔开鸭胸，开一个小口，用手轻轻深入鸭子内部，用心去感受每一块鸭骨头的分布和位置，慢慢摸索找到鸭锁骨的位置，小刀去除连接在骨头上的肉，接着边剔边刮，尽可能的剔干净骨头，多保留一些肉。像这样，鸭锁骨就剔除完成了。连接着鸭锁骨的呢，就是翅根骨，也是同理，先去除连接在骨头上的肉，然后呢慢慢向下滑了，最后轻轻一拽，翅根骨也去除完成了。另外一侧的鸭锁骨和翅根骨呢，也是同理去除。去除完这几个骨头呢，就可以大胆下刀，沿着颈骨、胸骨的位置再次向下滑了，连接在脊椎上的腿骨映入眼帘。没关系，夸2刀，先把腿骨和脊椎分离，再慢慢向下滑了。为了方便剔肉，这个时候就把鸭皮往下怼，最后切除连接在坐骨上面的肉，鸭的主骨就去除完成了。接下来就非常 easy 了，返回鸭腿骨，先来个360度环切，同样还是慢慢向下滑拉，滑拉到根部再切除，小腿骨也剔除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大腿骨，这根骨头比较硬，剔除的时候大家要多用点劲。最后慢慢的向外拽，让骨头和皮逐渐分离，大腿骨也去除完成了。就这样，一整只鸭子就已经被完全脱骨了。去完骨的鸭子，鸭皮完好无损，鸭身也变得柔软轻盈。接着加入大葱、生姜、黄酒、生抽、老抽，再给它来个全身按摩，腌制3个小时。趁鸭子腌制的时候，就把准备好的鸡肉、虾仁等其他全部的食材全部切丁。最后呢，也应小伙伴的强烈要求，我们把火腿也给大家安排上。切好的食材分成荤素2类，分别焯水，时间不要太长，变色就可以了。这时就可以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混合。提前1碗泡好的糯米呢，加入盐、老抽、生抽、香油，充分搅匀，上色上味儿。焯好水的食材呢也加进去，拌一拌，等待备用。腌制完的鸭子已经充分上色入味了，先把鸭屁股切了，这个反正是根据个人口味。接着准备针和棉线，针呢稍微可以粗一点，咱们还得给鸭子做一个缝合手术。这种活呢，对于我这种手笨的人来说，真的是一种折磨。我呢，反正秉着宁可多缝，只要不漏的心理，鸭子活生生被我缝出了2道大疤，变成了社会鸭。哦，对了，提醒一下大家，千万不要完全封紧，留一个小口。从这个小口，我们还要把之前准备好的馅料怼进去。填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太贪心了，不要塞得太满。在烹煮的过程当中，很多食材都会膨胀，如果你填得太满的话，鸭子的这个身体很容易裂开。填完之后呢，把之前预留好的小口也缝好。在鸭身1/3处呢，再拿一个棉线捆一下，这样我们那个葫芦鸭就出剂出形了，有那味儿了。再准备一锅热水，加入老抽、冰糖，给我们的鸭子再塑形立造一下。鸭皮遇上热水之后就表皮开始慢慢膨胀，现在是不是特别就像一个大胖葫芦了？看到这个真空的操作，很多老粉肯定猜到了。对喽，这一次就用低温慢煮的方式来制作这道葫芦鸭。真空完的鸭子直接丢进73摄氏度的低温慢煮器，慢煮它15个小时。盖上盖子之后呢，就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，安心的等待鸭子煮熟。不过醒来的我呢，还是有一点慌的。
马上打开盖子检查一下鸭子的情况。炖煮了8个小时的鸭子完好无损，这下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昨天处理好的鸭架不要丢，加入葱姜料酒，煮一锅高汤备用。接着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，取出煮好的鸭子。刚煮完的鸭子摸上去非常柔软顺滑，葫芦的形状呢也变得更加工整好看。看上去这次低温慢煮的效果真的挺不错的。袋子里鸭油汤汁倒出来不要丢，加入之前熬好的高汤、老抽以及生粉，熬一锅浓稠的酱油汁啊，到时候淋在这个鸭子上面。制作葫芦鸭还有最后一个步骤，起锅再烧宽油，用牙签小心的在鸭皮上戳几个小洞。等到油温80%热时，淋在葫芦表面。淋过油的鸭肉吃起来鸭香更浓郁，颜色呢也会更加好看。最终没想到这个葫芦鸭竟然被我一次性就给完成了。拿下捆绳，系上小葱，再来一个经典摆盘。下面我来试吃一下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真的是，这个鸭子的味道闻上去真的是太香了，我的妈呀，口水已经在疯狂分泌了，已经，赶紧加一块。你们看看这个横截面，虽然煮了13、14个小时了，但是看上去一点点都不柴，非常嫩的感觉，而且非常多汁。我的妈呀，这个鸭肉真的是太柔软了，里面的糯米再配合上这个鸭油的香味，这整个食物在你的口腔里面真的是瞬间爆炸，非常柔软，非常完美的口感。哇，太完美了，这个口感真的，赶紧再来一口。所有的食材混合在一起，味道没有显得那么杂乱无章，反而给你的口感是非常的丰富的。一入口呢是满嘴的鸭香，然后你咀嚼到那个鸭肉非常的嫩，接着再咬到那个糯米非常的软，非常的糯。接下来在咬的时候，那些笋啊、虾仁啊、香菇等配料的香味全部都迸发出来了，一口下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，好吧？哇，太好吃了！非常软糯，你看，这个糯米粘在手上都拿不下来。光吃鸭肉的话，它的风味也非常足。我真的是爱上这道菜了。它的口感怎么说呢？甚至比我之前吃过那些顶级牛排还要好，真的是非常美妙。就是这一次的摆盘啊，有点传统，感觉回到了80年代。不吹牛逼，如果放开吃的话，这一个鸭子我都能吃完，因为真的实在是太好吃了。但是还是要给小伙伴留一点。那我们今天就提早结束。OK， 那这一期关于这个葫芦八宝鸭的视频到这边先结束了。我自己认为啊，无论从卖相上面还是从口感上面，这一次做的都还挺不错的。就是啊，在给它做这个缝合手术的时候呢，我这个绣工女红差了一点点，还要继续努力。那也希望各位观众能帮我的视频多多点赞，多多支持我哟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